目前还是说意难平的人比较多一些。发了一个卡段在我的那个设备上面，很多人都在说啊，这个为什么被淘汰？听得我就暗爽嘛。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视频播客节目《离场之后》，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叫脱口秀和他淘汰的朋友们。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其实是研究失败学的一个节目，看看能不能从失败里面得到一些所谓的经验教训，但是我也想从失败里面可能得到一些好的东西，或者是快乐的东西。你听到我们刚才那个介绍，然后你作为第一个嘉宾，就是有觉得是荣幸，还是说我怎么就来到这样的节目了？唉，惨淡，但是还是很荣幸，就是毕竟目前为止离场的人也不止我一个，在离场的人里面，你是那个最优先选择、最厉害的那个，对，所以说我看起来是最失败的那个。因为去年成绩特别好嘛，去年是获得了年度的第7名，对对，有没有觉得去年太顺了？今年对这个预期会落差有点大吗？首先就是去年确实是太顺了，就是去年真的是顺极了，就是太多巧合了。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觉得今年落差不会有那么大。我去录节目的时候，那个真人秀导演就问我今年你的预期是什么，我说我觉得今年的预期是能够比3轮。是真的觉得比3轮就满意了？我去年其实创作的比较少，第1年上班，我觉得我投入的精力和时间还是挺多的。我自己平时也会搞一些自己的爱好，我会去学一些声乐和器乐之类的。脱口秀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爱好，所以我会觉得我投入的不够多，那我的收获少一些，我觉得是理所应当的。但你要说拿第5名你开心吗？拿第3名你开心吗？拿冠军肯定是爽的。对，冠军抢过，拿冠军其实我真的没有想啊。但是你的生活变化了，对吧？你从学生变成进入职场了，然后你还有很多其他爱好，那这是不是其实意味着说你的素材其实也在变多？对，我觉得是的。其实我今天讲的第一篇就是我领导的故事，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今年1年的新生活。节目里面我看到就是你被快剪了。对对对。今天聊也不要有什么压力，我们这一期聊得不好的话，我们这个节目也把你快剪了，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在这里，不知道在跟谁聊天。被快剪的感觉是怎么样子？肯定还是会有难过，会有遗憾。一方面就是被快剪了，也非常确认你的失败嘛。在你这次节目的比赛的失败，然后另一方面呢，也是就你这一段作品可能也就没有更多人会看到它，对，那我觉得还是会比较可惜。所以其实从你的内心的感受来说，你还是希望大家看到这一段，对不对？对对，因为我自己最终把这段拿到节目上去讲，虽然最后在节目上发挥的不好，但是我还是我想讲的东西，想去让大家看到的东西。对，因为我以前失败的时候，其实我有时候我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我没录好，可能我自己会主动希望说这一段不要让人看见算了你不会对不对？你还是觉得希望说能看到因为我会有那种感觉，就是说那一段我觉得不是很好，我自己不太满意的表演，或者是不太高分的表演播出去之后，那有一部分人会觉得说就是不应该这么低分，另外一部分人觉得你看就是表现不好，一点都不冤，对，一点都不冤你会不会担心就是大家会这么给你反馈？会，如果说就是这段真的播出去，然后大家都觉得哎呀你确实很一般，你这个人就是垃圾，那肯定还是会很难过。但我自己这一段我之所以还是很想让更多人看到，是因为我觉得他还行，就是录的时候我其实也觉得还行，然后这段我自己在开放麦试的时候也还行，因为这段内容是我今年身份的一个转变，是我上班过后的一些想法，然后确实是我想表达给大家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一是我觉得质量还行，二是我觉得无论好坏是我的一些心声吧，就是对你要是骂我就躲在被子里哭嘛，对你要夸我嘛，我就偷偷在背后笑。那目前收到的反馈大概是什么样子？李文意难平的多，还是说就是一点不冤的比较多？目前还是说意难平的人比较多一些，是吧？我发了一个卡段在我的那个设备上面，很多人都在说这个为什么被淘汰了，这个为什么被淘汰了，是吧？就听得我就暗爽嘛，就是要这种感觉，对不对？对有涨粉，对不对？对对对。介说他节目播了之后，介晋级了嘛，对吧？他播了之后涨了40个还是多少个？还没有你涨得多。对，因为介是我队友嘛，对，我知道，确实他那段是真的很好，而且他那天是开场，然后真的是很不容易把那个场子给开起来了，然后顺利把一个特别好的场子交给了小五。对对对，介那个段子我们在线下听的时候会觉得是非常非常炸，超级炸，可能整个第一赛段 top 3
炸的段子，但是季上去讲了可能3-4分钟吧，都没什么人反馈，就大家都非常冷静。那说明季不太适合线上季不要看这一段，是恶评。因为其实我们作为演员，我们知道就是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有可能你演了10次，10次都是好的，但有可能就是到那一次到录节目的时候，有可能就是会给你的反馈不如预期。对，因为很多因素，比如说你上场的时间，然后那场观众的组成，然后包括那场大家热场的时候互动的一些情况，都影响。然后那天就是场子很冷，然后最后接着是使了超级大的劲儿。对，才把那个场子热起来。他觉得自己看自己的表演觉得用力过猛，所以我说要是没有他那个看起来的用力过猛，那天的场子可能整个就垮掉了。所以那其实就用力过猛也不是一个不好的词，因为在那个场景下你就不存在用力过猛的问题，但是你有可能场子完全垮掉。对，就是我觉得他能够去感知那个场域，然后知道现在我必须得使大劲儿了。对，是很厉害的能力。是，对，可能只是屏幕面前感受不到那天的现场的氛围而已。我自己会觉得我那天没有演得很好，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没有用力。用了吗？其实是用了，而且我觉得是用多了。记得那天上去的时候是用非常大的劲儿把大家给带起来了。小五讲话是那种特别可爱，交流感特别强。然后我那天上去过后，我是感觉好像场子没有那么热烈。然后我使用了一个我去年从来没有使用过的开场手段啊，朋友们你们好吗？我说对，这是跟季学的对，这是跟季学的，学坏了就是。你是临时想到要那么去跟大家打招呼？对对，是临时，因为你看到那个氛围没有那么好，你想把它再破一下。对，然后因为前面小五也出现了忘词嘛，然后好像场子的氛围有点怪。我后来总结，我觉得这个破可能是不合适的。前面小五跟大家交流感特别重，好像我这样一上去过后，就是给人一种我要开始表演了。大家可能想象中的李玟不是这么热情外放的，然后你突然间上来就来一下，大家可能有点没那么适应。对，我觉得是会因为我的一个感觉是，你比如说一个表演者，他非常笃定的，他有可能甚至慢慢悠悠的走上去，然后还是以他的风格。那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还是我。我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表演是去年那个张俊揭晓快脱口秀之神那一段的时候，因为前面观众非常嗨了。然后他上来之后，他其实没有做其他多余的动作。对，我也能感觉到这个，就是你说的这个点。我上去我会感觉到，就是我上去那一下，观众当然还是给我了很大的反馈。开始讲段子过后，可能我讲的前1-2个段子还挺热烈的，挺 OK 的。但是后来因为我的段子完全还是我去年的那种风格，还是比较平淡，观众可能就会一下觉得，哎，你上来你怎么跟你前面2个段子不一样了？你上来假嗨一下是什么意思？对，你不真诚对，到后面我自己也能感觉到，大家好像有点在精神里面看到大家就散去了，是吧？对，所以这也是一些经验嘛，积累的一些经验嘛。对，没比好这次，我觉得收获是很大的，就是让我对那种舞台的感知。你是花了多长时间接受的？1分钟、5分钟，还是3天、5天、1个月？花了1天吧。这么快？被淘汰的那天，当然我觉得还是难免会很难受。对，但是那天晚上我就是彻夜长考，第2天醒来，我觉得OK， 难过到什么程度？然后你想了些什么？其实可能有在被窝里面哭了一宿。今年有观众朋友给我发私信问我说：“你今年哭了吗？”因为我去年在节目上其实哭了，今年真的纯花了一个晚上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我难过的一些点，就是在于我被淘汰的是不是有点太早了？观众是不是会觉得你去年是不是纯靠运气？你会不会会不会有些观众开始质疑我，有些观众开始否定我，有些观众开始不喜欢我？就是无论如何，这是一次失败吧，都是一些很表层的一些难过。然后我就你觉得这是表层的难过？那更深层的是怎么样？更深层的就是一些自我否定，就是觉得你会觉得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好的演员，对，然后我就是不幽默了，对，就是第1轮都没过我是垃圾我是废物，没有，我都没有，我是一个很自恋的人。你比如说用所谓的破碎感来形容的话，1到10大概是有几分呢？破碎了几分呢？我觉得破碎了
6、7分吧，也就破碎了6、7分，对，一个刚刚及格的分数，刚刚只是裂开了一点，对，裂开了一点，然后马上就把它给焊上了那种感觉。第二天醒来，我就研究了出去旅游的攻略。好快呀！今天晚上失恋，第二天已经想好了，就是去哪里散心了吧？对，我有几个就是讲脱口秀的好朋友，然后有个群，然后我就叫李文读稿会。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把那个群名改成了李文旅游分享群。我就跟他们说我要出发了。对，就是你最开始说的，好像有些失败好像也没有那么难过，也没有那么开心，甚至我真的觉得这次失败对我来说是收获大于痛苦。就是这种看起来的失败，在来临的时候，你会觉得它特别的恐怖，对吧？就像暴风雨来了，然后就是那种感觉。但是你真的雨淋到你身上的时候，你可能就淋一下，挺凉快的。对，然后你回去换身衣服，好像其实可能没什么事，没有那么恐怖。对，就是有时候想的太恐怖了。就是可能那个暴风雨里面不要落下什么那种大冰雹什么的，就对，只要不往脑袋砸个洞，好像都还好。然后我就是觉得我这一生都没有遭遇过特别大的挫折，所以这算是你目前人生中最大的挫折。对，这肯定是最大的，就是最大的挫折。对，就是这种挫折带给我的感觉是，很新奇。终于失败了，很新奇。你的人生里面没有遭遇，没有这种感受。我觉得真的会比较少。但我会好奇说，因为有很多人生过得很顺，可能没有经历过什么失败的人，他第一次面临所谓的这种失败的时候，他会有点承受不住。这个点我觉得我比较感谢我的父母，因为他们也一直觉得我好像一直都很顺利，所以他们一直在告诉我，你要准备好你人生中可能会遇到大的挫折，你要多预演自己可能会失败的这种场景。比如说去年我虽然拿的成绩还不错，那我也会思考，如果我去年就是一轮就被淘汰了，我会怎么样？我会去感受一下那个状态。发现你必须要离开节目的时候，你心里面最惋惜的是什么？因为我今年继续来参加这个节目跟季业有很大关系，然后我觉得最遗憾的事情就是我没有能跟他一起就是走到很后面，快乐的时光有点短暂。所以你在节目里面关系最好的朋友就是季业。对，就是季业。那他后面会有别的朋友？对，他有他的新的朋友。我现在有别的朋友，我可能会就是有点心里爱情是流动的。对，爱情是流动的，友情也是流动的，友情也是流动的。那你会祝福他吗？祝福他有新的好朋友。尊重祝福。海勇哥，你会就是想比如说明年再回到节目里面吗？应该不会，因为比赛我感觉这个比赛其实也挺难的。那你会担心就是你离开节目太久，然后就是会被大家遗忘吗？对，会担心这个问题吗？我的想法是那样，就是我可能不需要所有人记住，我可能希望说喜欢我的他可能有关注我在做什么，有这种不会忘记我的这种关系，我觉得就可以了。那如果有一天完全没有灵感了，然后写不出来了，那你还会做脱口秀吗？我觉得也不会很轻易的放弃。假设你喜欢打篮球，是，然后你不会因为说我打得好差，我就不打了。你既然喜欢，你还是会去一直打一直练吧。然后可能你如果比如说你打得没有那么好，你可能不会去那么高级的球场上打。就我可能很难说，我就某一天突然就不爱了，我就恨打篮球了，我就再也不打了，这辈子不打了。对啊，因为篮球伤害了你啊。比如说你感觉脱口秀伤害你了，你觉得我不做了。脱口秀对我挺好的。对，而且我觉得就他给我带来的这种失败，就是真的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成长更多的，所以我会很感谢。可能以我目前的想法，我不会做全职的脱口秀演员。以前如果我的生活只是创作演出，然后我会觉得好像有点太单调了。就是脱口秀这个事情带给我的价值感也会稍微少一点。就是我有点喜欢上班，我在做销售，对我取得好的业绩，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有价值感的。全职做脱口秀也不完全是说你就每天就在创作演出。我们这个行业没有那么多勤奋的人。你有可能你比如说创作1天，然后去玩5天，你不向往这样的生活，你觉得过得太空虚了。我是一个传统的东亚小孩，我不能接受自己有这么多空闲的时间。对，我不能接受自己这么不进步。去年也有一段时间是就在家里面
做那种好像是一个全职脱口秀演员，就没有上班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自己首先作息很颠倒，3、4点钟、4、5点钟才睡，明白，睡到中午起来也不吃午饭，下午就找个人说出去写段子。其实2个人其实就在那喝咖啡，然后聊八卦，然后有的时候甚至就写到网吧去了那种。对，然后晚上他还说走吧，我们小酌一杯，一天就过去了啊。对，脱口秀演员堕落的生活，这是大多数脱口秀演员的生活。对，听说你是因为要录节目，所以跟公司请了一个特别长的假期。对，所以你假期没用完。对，那你是回去上班了，跟领导说领导那个假期就是现在不用了，我可以回来上班。对，我退回来给你。我不想让领导觉得我这么这么失败。然后你有跟领导说你这个比赛的结果吗？没说，他没说对吧？先把假休完再说，准备让他自己看到，然后让他以为我们这个节目就是哪怕只录1轮也是要花1个月的。刚好趁这个机会，我就去旅游啊，去体检一下呀，保养一下身体啊，或者是去见一见全国各地的朋友，就找他们玩。我特别理解你这种生活状态，是吧？因为我每年都是比到第2轮，后面就全是假期了。计划之外的这种突然的一段空闲，我觉得很治愈。就是如果我假设今年比如说我按我的预期，可能我如果比3轮或者比4轮把这1个月的假期给用完了，对，甚至还不够，还得再请一点，然后比完了就急匆匆的赶回去，继续开始回到那个两点一线的生活，没那么开心吧？也许就你之前就是比如说你在第2轮或者被淘汰的这种，你会很难过吗？会，每轮都很难过，因为我没有你那么强的就是抗失败的能力。其实也很多时候是因为你的预期就是跟你的实际它其实有一个落差，它并不是说客观上它到底好还是不好，对吧？只是你预期是这样，然后你得到的是这样。所以你的历史最好成绩是？我其实脱2的时候进过半决赛，然后后面脱3、脱4、脱5全是第2轮就结束了。时隔这么久再来看，也没有那么重要。在我心目中，我感觉你好像是每一次上都会进决赛的那种选手。没有，在那一年被淘汰的那个当下，你是非常难过的。然后有可能到下一次你还是觉得难过，但是有时候我们把时间线拉长了一点看，好像就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就是有时候活在当下是一个很难过的状态。对，你在小红书上发了一些问其他选手的问题，你为什么会做这个事情？这个是源于我有一次跟小四爷吃饭，他当时跟我说了一个想法，我就觉得很哇哦，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这么想这个问题。然后我当时觉得好像这些脱口秀演员其实都是脑子里面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特立独行的想法的这样的人。因为我记得你问了2个问题，第一个是问大家就是你对今年的成绩有什么预期，对吧？然后你问了有10几个人，然后另外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想过出怎么样的对人生？我们先讨论第一个问题，有谁是在你的预期之外的答案吗？其实我觉得好像有很多人的答案都在我预期之外，比如说小齐，他就是说他没有那么在意这个比赛成绩。其实我就昨天我又采访大家，是吧？一个问题，我说我现在是一个恶魔，我可以给你做一个交易，就是你此生再也没有办法写出炸场的段子了，但是你以后的段子都会传播度非常高。这交易也太好了吧。对，当时高寒回答我说你哪是恶魔，你是天使。对呀。有没有脱口秀演员会跟你回答说，我现在的烦恼就是太炸了？还真没有这么说。这个很像是高寒、小四他们会说的话。我觉得挺好的，我很期待这个系列。你对你的生活吧，就是我觉得人生可能有点太宽泛，也许就未来1年未来3、5年这种生活有什么期待吗？你希望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希望是比较自由的状态。你比如说你想工作就工作一下，不想工作你就可以躺着。脱口秀也做了很多年了，好像每年都在忙，就是关于脱口秀的事情，就是关于演出关于创作关于节目关于怎么样，就是有时候你也想放下一段时间，然后但是你又知道其实这个行业也一直在变化，你可能放下之后你有可能是变成被放下那个人。那会不会有一种就是躺又躺不平，卷又不想卷的感觉呢？对，这种感觉呢，你用另外一个说法其实也挺好的，就是半躺半卷嘛。你想躺的时候还可以躺一会儿，
你想卷的时候你也不用拼命的卷，你卷一点点就行了，比较中庸的这种状态嘛，就是你自然卷。对，自然卷，有点像那个去年 Kid 说那个中等码，但是维持中等码是很难的，这是最难的。一不小心就可能就变成下等码。对啊，就有点像那个维持身材是一样的，胖了你就很难减下来。你觉得你是一个在乎别人评价？我觉得我是那种我会非常努力的表演自己根本不在乎别人的评价，但其实内心会偷偷在乎的人。那你怎么表演不在乎？我其实很多时候都会说没关系，不在乎，就是你骂我就骂我呗。但其实比如说去年，其实我有一些段子也在网上被人有骂过，然后很难受。其实就是他说你不幽默，不懂乱说话，这种就是很难受。但是我比如别人来问我，我都会说没事儿，他们都是他们又不是脱口秀观众，他们都不懂的，我又不在乎他们说什么。其实心里面还是会在乎，但我是那种想努力表现的不在乎，不光是说想表演给别人看说我不在乎，而是我想也以此来感染自己，就是我想把自己也给演进去，就是我说你真的不要在乎。我觉得需要一个练习的这样一个过程，因为没有人可以做到天然不在乎别人的评价。那你最不喜欢别人评价你的点是什么？不想被听到别人评价，就是你这个人就是能力不行，就是平庸对，其实这个也是我看了你的专场过后特别共情的一个太平庸了，这个专场太平庸了不是这不是是专场聊的这个内容，就是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会想当天才，想被别人认为是天才，或者是聪明的人，有能力的人，可能很努力的东西，然后被别人拿出来说好普通这种我觉得会很难受，会很失落。在脱口秀方面，你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人吗？我觉得很难说很有天赋吧，因为我觉得这个行业里面太多特别有天赋的人了，但我觉得我可能算是小有天赋的人。1到10大概是小有是到几分？我觉得可能比如7分。这个舞台上有很多那种就是从头到脚都是天赋的人，从头到脚都是天赋，比如说谁？当年的智胜今年的我觉得岛主是一个这样的人。岛主主要是外形天赋，对，不是就是当然他有外形的，就是天赋可以在外形上，也可以在创作能力上。我觉得我们都是没有，就是普通人就没有外形上的天赋，又没有特别帅，又没有特别丑，是又没有怎么样，就是就没有这个天赋。那这样，我现在变成你说的那个魔鬼。我把岛主的外形给你不了，下次，这个天赋还是给他留着用吧。你一站上去就炸，想到是不是就很美？所以有时候天赋也是一种负担吧。但是如果你说要让我变成像庞博那么帅的话呢，那我就愿意吗？愿意，交换什么都可以。你要交换什么都可以商量，可以商量。让你当一天岛主，当一天庞博。哇哦，这么刺激啊！可以试一下。类似的内容，只要爱你的人会看见你是庞博，然后讨厌你的人都看到，是不是对岛主太冒犯了？岛主对不起啊。他们说没戏，海源哥哥，我跟你讲。单聊就是我觉得，作为脱口秀演员的天赋的话，我觉得我就是够用，有一点够用，然后肯定不是那种天赋绝佳之人，就是脱口秀上面的很多天赋，我觉得也没那么想要。除了我说的，比如说外形，或者是你创作能力，还有一些就是你有一些素材，原生家庭有非常严重的问题，遇到过很大的挫折什么这些可能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天赋吧。但我觉得你要说你想要这个吗？那我觉得也没有那么想要，也没。第一轮比完过后，然后我在那个休息室在那聊天，其实我当时都没有很难过。然后高涵特别贱兮兮的走进来跟我说，他说又淘汰喽。哎呀，但他是为了希望我能够开心点，能够再调侃一下我非常知道他的意思。他安慰我一下，他说这样吧，把你的人生换给我，让你晋级，我淘汰，你愿意吗？他想要你人生的哪一部分呢？他觉得就是我过得很顺利，他觉得我家庭也比较幸福，然后呢工作也比较还不错，然后好像生活也挺精彩的，但可能没有那么好，但是他心目中就是觉得还不错。然后他就说给你换吧，你要不要？明白。我说
不换，进你的急去了，真的是有安慰到我，让你想到其实你拥有的东西真的还很多。对，那你有想好他被淘汰的时候你怎么跟他说吗？我现在有点怕他今年就是取得太好，就是我没有机会跟他说这种，我怕他今年不被淘汰啊。好的，希望你没有这个报复的机会，希望他顺利吧。我感觉你没有期望从脱口秀里面得到特别多东西，你的难过就不会那么多。我觉得可能是我比赛完了的第一时间，我问了好几个朋友，就是他们在观战间看的朋友，还有在台侧看的朋友，包括在台后面看的导演们，就问他们，我说你觉得我今年表演的问题到底在哪儿？其实最关键的就是这个问题。你找到答案了吗？也许找到了，但是这个答案我也需要再一次的验证，我才知道这个答案到底找对没有。那现在的答案是什么？现在答案就是，我觉得那天我演出的第一是状态是不对的，第二是我就是确实存在一些客观因素吧，观众的构成以及我讲的话题没那么合适，出场的顺序啊什么这些都会有一些因素。那天的状况就是有客观因素，然后我自己的状态也不好。然后我也知道那篇稿子可能本来确实没有那么顶，所以比如说你如果说让我获得什么经验，我下次会怎么改变这个事情，可能就是你得准备一篇更好的稿子，更能够应付各种情况的稿子。如果有一个时光倒流的机会，然后让你重新再准备一次这个脱口赛，然后你会改变的是什么？我可能不会换稿子，但我会修改这个稿子中的很多梗，是想改变一下，因为我觉得去年好像大家对我的感觉就是我的所有表演都是那样的。有朋友会说那你就是这样的风格，对呀，你立住这样的风格，那这样好，这样多好啊！因为这就是你的风格。然后我们去年看你表演的时候会觉得说这个表演非常非常的好，然后那个节奏感非常非常好。那你有没有觉得你放弃了一些自己的优势？现在想来是会觉得有一些放弃。就是去年总决赛播完过后，网上有一个小红书上有个帖子说。总决赛最好笑的事情就是我跟我对象一块看的时候，李玟上来的时候，他问我，他是怎么到总决赛？他为什么要稍微讲一段？其实有很多人说这个问题，我看到很多帖子说这个问题，就是说我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我心目中把它当成了我去年的一个机会点。对，然后我就想，那我是不是应该像一些看起来好像更容易被大家记住的方式那样去改变，尝试一下吧，至少是我在话题上和在我的表演方式上，我都选择了一些改变。但我现在想来的话呢，这些改变一是不够熟练。我原来那种风格可能是我在线下剧场里面演了3、4年形成的，然后我这种改变可能本来过去1年演出就不多，就没有好好磨练，再加上那篇稿子本来又是临比赛前新写了很多，对新的这种风格的不熟练、不自信。所以是去年发这个帖的这个朋友影响了你，改变了你今年的比赛成就。如果看到这个节目的话，你转我200啊。也是因为我今年可能没有那么看重这个比赛，那我就试一下，我就玩一下。但是玩的不好，但是这个试你其实在线下你就可以试。但确实我会感觉到线下跟线上还是差异非常大。我觉得线下观众很多时候就是没那么较真儿，听着一个梗一个过去就下一个。但是线上你如果那个气不顺，状态不对，大家会很容易捕捉到。可能在那个录制现场，大家还是会更审视一下吧。很多脱口秀演员，大家都在找说我是什么风格，我是什么风格。其实你的表演已经非常有风格了，你反而又想说我要做一些改变，要放弃原来的东西。可能就是围城，风格不太明显的演员想找到自己的风格。有一定的风格的演员可能会觉得我会不会太死板了，我会不会太固化了？观众想看到不一样的我这种。去年我其实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有一篇你讲那个起名字的这个段子本身，包括它这个话题讨论本身，其实是看起来比较简单的。我后面看到你录节目的时候演的那个状态非常好，然后观众的反应也非常好，通过你的表演其实让它变得更好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珍贵的东西，挺珍贵的能力，就是你的表演其实有给稿子加分。你经过了一些试验试探之后，我觉得可能最终你能更笃定的。我觉得我可能都还在探索。对，因为包括你刚才在开头的时候说试着上来用一些更强的情绪，看看能不能调动大家有更好的气氛的。但那可能那不是最真实的你。是的。我也有试过说我是不是要热情一点，情绪多一点，然后观众能被我带进来多一点，就是上来跟大家说怎么样。我也是经过失败的尝试之后，其实发现那其实不重要，因为那不是你。你看到别人怎么就是上来大家就开心了，但就是没办法，你只能做自己。我如果就是那种
走路慢吞吞的人，那我就慢慢走上去，自我多一点，有可能是好的。很多朋友，包括我觉得我自己，可能也在很多地方有听到过类似的这样的说法和想法。但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没有自己去尝试并失败一次，可能你是不会信，对你没有那么容易接受，没有那么就坚信的，确实是这样。有很多失败不是轻而易举的得来的，对，是你要经过很多的努力、很多的改变、很多的尝试，然后你才会得来这样一个珍贵的一个失败。对对。所以如果要用一句话对那些老是成功的人说，就是那些没有怎么品尝过失败的滋味的人说的话，你会给他一点什么样的建议？感觉你要是跟这种人说话的话，就会显得你怎么还说教上人家一个这么顺利的人了？但我会觉得，就是对于那种特别成功、特别顺利的人来说，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多预演自己的失败。你只要能好好接受自己的失败，而不是就崩溃、就否定自己，就怎么样？你觉得我们这一季节目最天才的人是谁？如果说一个人特别天才，好像就有点否定了他的努力的感觉。那你就否定他的努力。我觉得就是岛主。我看他演出，我就感觉他站上台那一刻，观众就笑了。行，否定岛主的努力，他生下来就有这个天赋了。那你觉得谁会夺冠？我觉得小齐和贾浩，因为他们俩都是努力的天才。小齐现在是风头正盛嘛。对，我觉得小齐今年状态真的非常好，然后他内容也非常好。我这两次看小齐，我真的觉得就是你说不上他哪里变了，但是你感觉他变得更好了，更有吸引力，更有人格魅力。我没有想到在中专这个领域能挖出这么多东西，因为我会觉得可能你讲个一两期就差不多是那样，但是他能把很多的故事揉到中专这个场景里面去聊，他会把那个段子把那个梗写得非常实，非常真实，这个在写作上是一个很强的能力，所以我这一点其实我是非常佩服小齐的。我们回过头来说，就是你比如说对于你这场比赛的所谓的失利吧，如果要怪一个东西的话，不怪你自己的话，你觉得应该怪谁？如果不怪我自己的话，那就太多可以怪的了。更多的是怪，就是运气吧，就是运气吧。这个运气，当然就如果具体的说的话，其实就是比如说出场的顺序。其实那就是怪小五。不，肯定是不是怪小五。一个场子的氛围可能是跟所有的观众，那天赛场所有人，对，都有关的。大家可能会觉得不太理解，或者是你在甩锅，你不承担责任什么的。但是你如果真的作为脱口秀演员，你站在台上演出，你会知道每一场演出，哪怕你自己完全没有丝毫的变化，每一场演出它都是不一样的。对，我们在专场巡演，你可能今天这个城市，明天那个城市，就是你每一场演出你都知道它会有一些不一样，哪怕是很微妙的不一样。对吧？所以我们同一个段子也是，就是在这个地方演是好评，那个地方演是差评。我还是觉得怪我自己更多一些。这就会剪掉了啊，只把那个怪小五剪进去。那你是一个喜欢比赛的人吗？你会享受比赛，你愿意比赛？我其实很喜欢比赛，是吧？我非常喜欢比赛。看起来你不是那种就是竞争意识或者是好胜心特别强的。对，我就是不是说为了赢，就是比赛带给我最大的那个好处就是有比赛，我就会非常认真的去准备，我就会为此付出很多时间精力，会钻研它。我是个懒惰的人，没有比赛。你就不会有那种状态，所以你需要比赛来驱动你。对，比赛带给我好的那种状态。我下象棋的时候觉得就是这样的，如果你赢了的话，其实你那场可能没有太多收获，就是对方很菜，或者说是他下不过你，就是按照你的棋谱，然后走到后面，然后一些正常的发挥就把它拿下了，你其实没有什么收获，往往是你输的局，你才会去反复的复盘，让你有进步。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也从我的反复的失败中，我去思考说，到底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会这样子？它是偶然的，还是里面真的有一些，就是我做的不够好的地方，会有这样的结果？成功的人，他可能一直成功，他甚至成功的太容易，不知道自己怎么成功了就成功了，就有可能只是单纯的运气好，对，就是一直运气好而已。但是如果你经历了一些失败，然后你可能不断的去从当中得到一些反思。有一句话不是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吗？感觉这句话不是特别准确，因为有些人他没有失败，他就一直成功。对，他就好像不是说一定要有失败，对，
才会成功。如果有一些失败的话，可能也可以帮助你更好的成功。所以我感觉失败它不像是成功之母，失败是成功的好朋友。我的定义是这样的，我觉得失败不是成功之母，失败是成功的铺垫。但是呢，有时候你有铺垫不一定会有梗啊。后面是一句表达。对。对，你可能会一直在想，我铺垫已经铺好了，我后面得来一个爆梗啊。但是它有时候就是不爆，就是没写出来。对，就是没写出来，就是写不出来。对。这节目有说淘汰感言吗？具体的话有点忘记了，但我大概其实就是意思就是感谢吧，感谢王基业，他带我、陪我、帮我一起参加这个节目，我也很感谢这趟旅程，就是被淘汰了，然后我有很多收获，然后有很多思考，有很多反思，带给我这个人生中一个大的挫折和失败，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事情。有好多观众朋友在我失败了之后还来鼓励你，依然鼓励我，依然支持我。他们过2年就忘记你。好吧，还是太年轻。不会的。至少此时此刻，我还是很感谢他们的。过2年再恨他们，过2年就恨他们了。这些观众真是太坏了。高寒呢？感谢高寒吗？算了，不想感谢他。因为他想要你的人生，太贪婪了，这个人贪婪，对，不想感谢他。我有一个专场的周边叫海原线下见然后这个海原线下见它是有0年、3年、5年和11年的。今天有一个机会，比如说这4把剑里面你可以明选一把，你会选择哪个？其实我很想要那把0年剑，有一种还有很多机会。有很多可能性的感觉，从零开始，对，或者是还没有开始。你现在要隐藏款也来得及，掉进陷阱了，诱惑。隐藏款当然也很好，但是就是那个可能我可以自己铸自己的11年剑吧。那我今天就把这个0年剑，果然我没有猜错，就是我就相信不是每个人都一定会选那个隐藏款。这把剑交给你，谢谢。